就是现在漫展上不是有非常多的女装大佬吗喵，就是很好看的女装大佬，就是你们都知道吧喵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男人对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做了那种不轨的行为的话喵，是要判罪的。那如果男生他对女装大佬对，因为上漫展不是有很多女装大佬吗喵，就是你看过去你是不知道他是男生是女生的，除非他上厕所进了男厕所你才知道他是男生喵。然后漫展的话也有很多意图不轨的变态，那如果这个时候吧喵，一个变态在漫展看到一个美少女，然后他意图不轨扑上去强奸，然后呢喵，他以为这是个美少女，是个可爱的女生，因为他是对女生图谋不轨嘛喵。然后呢他冲上去图谋不轨的时候，那个美少女大叫我是男的，哥们你干什么，这样的话喵，然后这变态就发现了这么好看居然是个男的，然后就停止了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他不是一个男同喵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停止了这个行为，图谋不轨的行为的话喵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这种情况下是犯什么罪呢喵？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是犯了强奸未遂罪哦喵，因为他是把那个美少女男娘当成了女生想入非非的喵，然后在上手发现是男生，只好停止了犯罪行为喵，所以这个是有事情的哦，因为他是把她当成女的去做的喵。然后就是如果是你想入非非，然后漫展这个美少女你看到她了喵，你想入非非，然后你扑倒她意图强奸喵，然后她大叫哥们儿干嘛，我是男的，然后你就说男的我更喜欢，然后你就把他摁了。虽然我们国家没有针对女生对男生的强奸喵，也没有针对男生对男生的强奸，女生对女生的这种强奸设立相关的犯罪的法律喵，但是我们国家有设立强制猥亵罪。强制猥亵罪的话喵，就是不管是同性之间、异性之间还是什么的喵，就是以暴力、胁迫、强迫其他人、强制猥亵他的喵，这些都是可以以强制猥亵罪去定罪的喵。所以在他知道那个漫展的美少女是男人的时候，还是摁了，那就可以定强制猥亵罪了喵。强制猥亵罪的话，一般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喵。如果是聚众，就是他没有把这个美少女拉到小角落去喵，他在当众漫展大庭广众下就对他施以暴力，然后强制把他给那猥亵掉了的话喵，那他的这个按情节的严重猥亵罪的话，最高可以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喵，具体是看情节轻重去判刑的喵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吧，肯定会有人会觉得，因为这个其实算是比男生强奸女生的话喵，这个就是男生强奸女生的比男生强奸男生的重一点，会多个几年喵。但是呢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两种它都是强摁，但是会觉得有一些会更严重一点，就是男生对女生有不轨行为的话，会比男生对男生有不轨行为的时候，女生对女生不轨行为的时候更重一点喵。如果真的你们现在有人是这么想的话，那其实就是杠精了。因为首先一个是强奸罪，一个是
猥亵罪，这两个罪本身是不一样的喵。然后呢，国家它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，它是有经过大量的对比和大量的思考，最终定下来的喵。因为男生对女生的强奸犯罪行为在社会上是比较多见、比较常见、比较多的喵，所以它相对来说要重一点。而女生对男生的强奸，男生对男生的强奸，女生对女生的强奸，在我们现在社会上是不太常见的喵，它至少是不常见的。所以法院定罪量刑的时候，就是都基本上是从重处罚的喵，这种罪的时候，所以基本上都会判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喵，所以与强奸罪的刑罚后果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喵，所以不存在说保护谁偏袒谁或者不公平，因为按照情节严重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喵，所以不要钻牛角尖，也不要抬杠哦，好吗？然后其次，之前的话喵，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情节，比较严重的就是有一个学校的某某人，他连续了多个学校的未成年的那个女孩子，然后被判死刑了喵。就是你们可能不太看新闻吧喵，就是在之前有个新闻吧喵，是在16年的时候到17年的时候，这个期间的一个新闻，就是17年之后的新闻，但是这个发生事情在16年到17年这个期间喵，就是有一个被告人，有一个被告人叉，他就是给学校的人男女，就是学校的那些女孩子介绍男女朋友这个东西为借口，然后采用暴力胁迫、酒精麻醉、金钱引诱不一样的手段，将学校的未成年在校女生带至到酒店、KTV、他的轿车上、野外荒地各种地方实施强奸猥琐苗，一共有10几名受害者，然后实行犯罪的有10几次，然后导致很多的学生因为遭受他的迫害转学或者辍学，被迫辍学的这种在里面，这种虽然最后是按强奸罪判处的喵，但是因为这种情节非常恶劣，社会影响很大，罪行很严重，所以他判处之后被执行了死刑喵，所以情节严重的是会被处死刑的喵。所以就是说现在现在的社会上吧喵，虽然说社会发达了，大家都过得比较轻松，吃得饱，穿得好有工作对吧，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坏人对陌生人意图不轨喵。所以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，不管是在工作的还是学生，都要保护好自己，好吧喵。就是他按照情节的严重与否，他判了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说正常都是判5年，但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也是会拿这个罪判处，并且可能会被执行死刑的喵。就是不要，你们有些人就是不要带有侥幸心理，好吧喵，不要觉得做了这种事情就无所谓，就几年，就有些就是卡掉了喵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还好不用保护，没人看得上我不要这么悲观，变态起来的话喵是饥不择食的，所以他可能也会对你有所那个只要能让他开心，让他爽，他其实是不挑食的喵。你不要抱有这种我很安全的想法这种不怕一万只怕不怕1万秒，只怕万一秒，所以就是很难说。所以你不要带有这种想法，觉得你一定不会碰到秒，就是带有这种想法才更容易会出事秒。总之就是保护好自己。对，就是有些变态他真的不挑食，他就是都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是这样的喵。就是真的有新闻的面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一下，就是之前有很多新闻，就是说变态
对鸡实行暴力，然后对猪实行暴力，对很多动物实行暴力，很恐怖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安全，没有绝对的安全，知道吗？只有保护自己，自己才是安全的，而不是带有侥幸心理觉得我很安全。你看他连动物都不放过，就是已经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是个活生生的男人。我觉得不好说，你总比鸡好用吧，你总比小动物好用吧。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己，就是这样的。